太大了，这人手不够啊！你指挥的4个队，现在还能动吗？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。大将啊，你亲自去。我，那宫里着这么大的火，110里以外都能看见。恐怕外城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你带着你的4个小队，接上去，看见杀人劫财的，当街剁了。还有，家，那这儿有我呢，做好你的事情。这是军令。卑职遵命。来人，在！你抓个人过来问问，谁看见天子了？快去！来人！说，看见天子了吗？到处都找不着官兵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官家，你在何处啊？去，把那边去找，快点！地下找到了！地下找到了！快！火马！臣是为秦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前来救驾。官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？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。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，泼洒完了之后，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。这是乱命，蒋平如何敢奉诏？蒋平说，官家是跪着求他的，说想死的体面些。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，一时心软，这便糊涂！天子欲弃天下，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？燕树小人，还说什么心软？那最后又是谁救下了天子？他自己怕了，不肯死了。令公明鉴。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，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末将领命，替犬子谢令公恩惠。所有车辆居所停靠，行人靠右，各自回家。大郎好威武！他娘的，出外差终于回来了啊！赶紧帮忙！兄弟们，辛苦了！把马车围起来。在下侍卫秦军马步军第18指挥赵匡胤，请足下一步下车。是杨光义叫你来的。杨光义乃是我的结义兄弟。赵红英是你爹。你认得我爹？我要见令子。家父现在正在宫中。那我便去宫中见他。宫中戒备森严。家父虽是侍卫秦军管军，但也不能坏了规矩。现在都已经是什么鬼样子了，还讲个求规矩？啊！你受伤了。好，我带你去。
福令公，赵红英到了。末将赵红英见过令公。陛下如何？安置在自德殿，服了些汤水，已经睡下了。看顾得紧一些。诺。你还有事？人在哪里？省外后进。带他进来。令公怎么说？你带他进去吧。我带他进去。没错，令公命你为带御器械的中书门下侍卫指挥，堂札以下，自即日起，每日来此站班。来这儿？哎，启禀令公，卑职昨夜巡街，路遇此人，他声称元朗，卑职在。中书门下与你的堂札，你父交予你了吗？谢令公提拔。卑职乃河东节度使司藩汉马步军孔部官郭荣，拜见令公。你是郭文仲的儿子？正是。何时抵京的？昨夜晚间，与吴越国使臣一道。吴越使团。张太尉的兵占了华州，兵逼陈桥，卑职被迫绕道，却在途中遭腋下牙兵截杀。偶遇吴越使团，幸为其所救，才得以安然来京。吴越使团知晓了你的身份吗？不曾。卑职知道厉害，途中一路诈睡，不曾与他人言语。文仲自家读书少，调教儿子还算用心。小子不敢当令公谬赞。你担了天大的干系，一路波折，冒死入京，所谓何事啊？实在是卑职之罪，手下兄弟懈怠，连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晓得，还请大使韩寒责个。两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昏睡多日的病人，你这托死者，扯我干嘛？人没了，终须得有个说法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哎，贵官不必挂念，此事本就怨不得贵上下。天子失德，河北沦丧，乾坤败坏，上下失序，乃至火焚宫禁，京师一日三惊，公卿贵庶皆不得安。令公数十年，背负天下人的期望，临危之际复向庙堂，此乃社稷之幸也。于此危急存亡之秋，正该效仿武侯诸葛亮之风范，承先帝临终托付之重任，像伊尹、霍光那样行使权力，辅大统于征朔，扶皇七子石重瑞继承皇位大宝。诛奸佞，却北国，正朝纲。若有令公在京城主持政事，太原军民、刘令公以下，都愿意追随，甘为驱驰。你这一番话，是太原令公教你的，还是你父教你的？这是卑职昨夜入宫，巧遇宫中失火，京师大乱，这只是卑职的粗浅之见。小子好胆，
令公，国事衰微，卑职不敢不直言以见令公。幸好是出自你自家的见识。此番话若是出自太原令公，此刻你已人头落地。后生，你太嫩了。刘知远起自蓬蒿，久立祖武，什么没有见识过，什么没有经历过。他若是想当渔翁，不会如你这般直白难看。说实话吧。刘令公与家父命卑职向令公讨一句实话：天子还可不可使？今时还能不能守？不可视，不能守。刘令公问：大事如此，河东该何去何从？令公可有所思？他本是天下第一能等之人，等了一辈子了，还在乎多等这点日子吗？启开，你碍着我了。哎呀，你方才就没理我，到现在还生气呢。你是王子，我是伺候你的婢子，哪里敢生主家的气？我家婢子果然不同，连气性都冠绝东南，力压巫山。哎呀，莫要生气了，是我不好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你若是厌了我，不妨早点与我说，此番回转，我便跟我阿兄一起回岛上，守着我阿娘，好歹不用终日看别人脸色度日。好，此番回去，我就随你一起上岛，一辈子摸鱼捉虾，做个逍遥岛主，再也不用理会什么吴越、什么汴梁，也不用再看见那些两脚羊的烦心事了。那是我家的岛，凭什么你当岛主？那，你当。啊。哎呀，好了。今天不让你说话，是我不好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本来就是，好好的人弄丢了，问也不让问，说也不让说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人啊，是自己走掉的，自然不用问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人的身份很是古怪。杨光仪他们在陈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起他了。水秋公和三哥心里都有数，只不过他们俩谁都没点破罢了。这中原的事情啊，诡异、邪门，少问些，便少担些干系。所以最终大家都没有点破。你们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糊涂，还在这里瞎操心。郭某不过后生小子，胡言乱语。桑相公却是认真的。老夫倒宁愿这满朝文武公卿都如这胡言乱语的小子一般。
这是时势，人力所不能移也。官家自家都要弃了这天下，令公这又何苦呢？你也以为我是为了官家？难道不是吗？众人高歌劝进之时，令公怀抱幼子，闯出宫禁。如今众人皆曰当行废立，却又只有令公还在辛苦维持着他。老夫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不公平。不公平。当今陛下兵强马壮之时，众人恨不得遥之顺之。如今他众叛亲离了，你们又恨不得万方之罪罪其他一人，好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，便能安心再享荣华富贵。如今眼见大难临头了，一个个又把朝廷社稷挂在嘴上，恨不得即刻一锁子绑了大晋天子，纳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。人须有自知之明，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，但我知道有人能担，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。着火敲一晚上钟，今早又一直在敲钟，真的是有点烦了。吃饭。快去，把我的朝服拿出来。朝服？我自己去吧。不吃了。主公，天子训位至文。朕信赖先帝之灵，此首披击，朝夕寝门，未使少谢。然治伐德薄，有亏甚道，不足以成祖宗之宏烈。今以朕昏悔，是骨肉多余，藩围勾信，宗嗣堕泯。仰观俯察，祸难多积，七庙将坠。缘纪缘心，善待非一族。天之历数，时有所归。握尽悬殊，允及民哲。朕虽昏昧，亦知运命攸归，自当训位别公，尽善于幼。依唐、虞、宋、齐故事，言宗社之算，达变通之命。照临广土，抵随万国，用保天修，无替二皇之伪劣。兹尔中外，体朕志怀。开运3年腊月17日。
逊位于右。谁是右？古来禅让必有其贤，岂有糊里糊涂一个右字轻轻带过的？这算什么禅让？桑相公，陛下不方便明说，这是请公卿自决呢。岂有此理！既是上位，是外善还是内善，总要说个明白。岂有君主必为新君，由臣子决出之理？是啊，是杜令公，还是七郎君，总要有个说法。是啊，荒唐！你们这些人，怎么能这样？小郎，神爷，水秋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逊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？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，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居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这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口诀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长老，我是大晋检校司空，我要面君。水秋公要阻我吗？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九
九郎君，不要阻我！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，我与你同去。今日又闯下祸了。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？冯令公有令，命我领2位去见皇上，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。我也好奇，这好端端的京师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们礼纲常道统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哦。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！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
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